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鸡胸肉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肉食，很多人都喜欢吃鸡胸肉，因为它多吃不长胖。鸡胸肉最常吃的做法就是烤着吃、糖醋吃，想必大家一定没吃过鸡胸肉蒸着吃的做法吧？我见饭店里边呢也是138一盘，这样做的鸡胸肉不油不腻，色香味俱全，少油少盐更健康。享受的朋友试试这样做吧，上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准备3块老板送的鸡胸肉，我们把鸡胸肉表面的筋膜剔除干净。很多人在处理鸡胸肉时会忽略一个步骤，去除筋膜。有位老师曾说过，筋膜如果不去除，烹饪时呢就会和肉一同收缩，最终品尝时呢会大大降低口感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把鸡胸肉清洗一下，去掉表面的杂质。清洗干净后控干水分，来到菜板上，我们首先用擀面杖把鸡胸肉先敲打一会，不着急切，并且敲打的过程要向鸡胸肉的外沿方向用力，目的是让肉能够舒展开。通过这样的敲打，就可以把鸡胸肉的内部组织敲松散一些，这样处理后的鸡胸肉呢，就会更加的容易入味。好了，敲打好的鸡胸肉，我们放入大碗中。这时我们准备1块生姜，2根迷人小香葱，把生姜切成薄片。小葱切葱段，切好放入鸡胸肉中，用来腌制。跟着我们往鸡胸肉中呢，加入少许的白胡椒粉，去腥增香，少许的生抽，然后下手把鸡胸肉抓拌至入味。鸡胸肉之所以容易柴，是因为它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，而盐能使蛋白质发生变性反应。腌制的过程中，如果加入食盐，会使肉质提前变老变柴，所以千万不要那样做。大家可以像我一样加入生抽、葱姜腌制即可。葱姜有很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，而生抽既可以使鸡胸肉提前入味的同时，又能保留其滑嫩的口感，一举两得。好了，抓拌2分钟后，我们用保鲜膜覆盖上，然后呢，放入保鲜层腌制20分钟。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准备其他配菜，准备1根树上摘下来的黄瓜，切成薄片。再切成黄瓜丝，粗细根据个人口味习惯来决定。加入黄瓜丝，清脆爽口，还解内，好吃不胖。切好先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半个洋葱，一同切成细丝。无论是生的还是熟的洋葱，都对人体健康有益，味道也十分美味。洋葱搭配肉类或海鲜，能够增加菜肴的口感和味道，让人食欲大增。切好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跟着准备一把香菜，切成小段，装盘备用。再来1个柠檬，切成薄片。鸡胸肉本身味道就非常鲜美，倘若再加上几滴柠檬汁或几片柠檬片，更能体现增色更好看，让味道更浓郁更鲜美。切好后呢，记得把柠檬籽去掉，这是因为柠檬籽中呢含有较多的柠檬苦素，不处理的话会导致食物出现苦味。处理好的柠檬片呢，也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这边鸡胸肉也腌制的差不多了，给蒸锅烧水。腌制入味的鸡胸肉呢，我们去掉香料不要。把鸡胸肉放入锅中蒸15分钟。建议大家做鸡胸肉都采用蒸熟的方式，能保留营养。
利用这15分钟，我们来准备一个料汁，几个小米椒切圈。小米椒主要用来搭配颜色和提升辣度，如果不喜欢吃辣的大家，可以换成胡萝卜，或者直接不放，小葱直接切葱花。再来几瓣大蒜，切小块后再剁一剁，这样蒜香味会更浓郁。切好装入小碗中，再加入1勺芝麻增香。好了，加入热油，这样可以激发出调料的香味。然后再加入1勺毛毛盐，少许的鸡精，1勺生抽，1勺香醋，喜欢吃香醋的可以多加些。搅拌均匀。调味料汁就准备好了，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这会鸡胸肉呢也蒸熟了，打开盖子，可以用1根筷子插进鸡胸肉试一试，如果能够轻易插进去，就说明已经熟透了。哇，肉质太嫩了，都怪不住了。出锅放凉至不烫手后呢，将其撕成细丝。大家注意，这里的鸡胸肉撕得越细越好。鸡胸肉是公认的减肥佳品，它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很低，蛋白质含量却很高。食用后呢，还有很强的饱腹感，是每位减肥或健身者的忠实粉丝。但很多朋友呢，喜欢水煮着吃，觉得这样吃着更健康营养。实际上，这样做出来的鸡胸肉，相反是最难吃的，且最坑爹的做法。而且鸡胸肉在水煮的过程中呢，还会因为蛋白质溶于水呢，而流失掉一些营养。而今天的这道做法，既保留了鸡胸肉的完整营养，又优化了鸡胸肉的完美口感，值得大家一试。现在我们将刚刚准备好的所有配菜都加进来，再下手装拌1分钟，这样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好了，看着不错吧？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呢？装入盘中即可享用美食，一盘美味的凉拌鸡丝就做好了。鸡丝经过凉拌后，汁液顺着肉的纹理流淌下来，融入鸡肉的鲜香美味，有嚼劲少油又健康，简直不要太美味。鸡胸肉容易干柴，烹饪不好极其难入口。今天分享的这道凉拌鸡丝，先经过腌制，让其更加鲜嫩，再采用蒸制法，保留鸡肉本身的营养。如果您觉得鸡胸肉发柴不好吃，不妨试试这个做法，软糯鲜香又入味，真的特别解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